说起东极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浙江东极岛，但地理概念上，它并非中国真正的东极。在距离东极岛直线距离2000多公里的东北方，还有一个地方也被称为东极，这是中国最东边的城市。最早凌晨2点多钟，当世间万物还在沉睡，这座小城已迎来新的朝阳，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日出之城。直到今天，这里依然生活着和恐龙同时期的远古巨物，更有以鱼皮为衣、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，还有将生命永远定格于此的27名苏联战士，以及直到2008年才正式回归的中国领土。2026年新年伊始，我们来到了中国最东的城市抚远。我们现在在华夏东极，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大的鱼了，在现实生活中。1028斤，这个干嘛去？偷袈裟？我都看到国贸了。在这边送外卖都是这种3轮车。有人要是请你吃这个鳌花鱼，相当够意思。哇，真跟黄金一个价。我操！完了，我刹不住！哎，那我的眼睛现在已经全是眼泪。早上好，现在是上午4点36分。今天有雪，气温零下25到零下9度。大家早上好啊！早起真的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。我们准备去追2026年第一缕阳光，第一个日出。这车一直在滑出溜的往后退，这块路太滑了，它上不来。他也刚刚已经试了2次了，这是他第2次尝试，还是没上来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21分了，我们打算去抚远市最高的一个地方东极阁，去看一下今天的日出。今天一定能拍到日出。我们原计划想在2026年1月1日这天和你一起迎接新年的太阳，但天公不作美，那天我们在东极广场上吹了2个小时的寒风，遗憾而归。1天后，天空放晴，我们决定再去追一次日出。这次我们计划在东极阁弥补遗憾。朋友们，我们到了，终于到了东极阁。大家看那边，天上那一弯亮亮的，那边是月亮，而在月亮的对面，那边是朝阳，日月同辉啊！这地方可太美了。我觉得神仙住的地方大抵也就这个样子。东极阁不仅是抚远市的地标性建筑，也是抚远市的最高点。中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，也就是东8区的时区，而抚远是中国为数不多全境都处在东9区的城市。虽然抚远是中国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，但因现在是冬季，太阳直射南半球，受黄赤夹角和晨昏线的影响，此时中国第一个迎来日出的地方并非抚远，而是南沙群岛。但我们依旧想和你一起在中国的东极追一次新年的日出。太阳快出来了。这有一排玉质雪人，不过这个上面的风确实太大了，每一个雪人现在都变成马蜂窝了。你们看一下，这雪人的皮肤都被风啃食的凹凸不平。哇，不行，我手要冻僵了。哦，那风吹到你脸上，就像千百个小人在拿针扎你一样的那种刺痛感。你但凡是在风口上站个几秒钟，
这个脸瞬间就没有知觉了，手也没有知觉了。就我们常说冻死，可能在南方就是一个形容词，一个夸张用语，但是在东北啊，冻死真的是一个字面意思，真的有可能会被冻死啊！看日出的其他人都已经撤退了，都已经早就走了。对，早在我们1个小时前就已经下去了。好，那2026年冬极日出我们就看完了，希望这场日出也能给正在看视频的你2026年带来一整年的好运。我刹不住，我操，完了，我刹不住，哎！我想想我这怎么办啊？我后边有个车，他也上不来。抚远紧挨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河流，淡水鱼资源非常的丰富。这里有个鱼博馆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博物馆，什么三花五螺十八子啊，这儿全都有。这边就是三江自然生态馆，进门儿。哇，三江自然生态馆的票，这个票面上的价格是128，这个是夏天的价格。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所以价格要便宜一点。现在是68一张。黑龙江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3条大江在此奔腾，气势磅礴。抚远又被称为淡水鱼都、中国鲟黄鱼之乡、中国大马哈鱼之乡。位于抚远的中国冷水鱼博馆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淡水鱼博物馆。映入眼帘的庞然大物是这里最具特色的鱼类代表鲟鱼和黄鱼，常被合称为鲟黄鱼。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远古生物，与恐龙同处一个时代，在地球上已生存约1亿年。经历数次生物大灭绝，仍顽强繁衍，是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。最关键的是，鲟黄鱼的形态在1亿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在恐龙称霸地球的那个时代，它们就长这样。因此，鲟黄鱼又被称为水中活化石。已知的鲟黄鱼最大体长可达3米，体重超1000斤，堪称当之无愧的淡水鱼王。当然，野生鲟黄鱼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，能端上餐桌的大都为人工养殖。哇，好巨大的一条鱼！在这个隧道的入口这里，最角落里面有一条鱼，它好像 emo 了，杵在这儿一动不动。这鱼咬了个草，这草是假的吧？它咬那玩意儿干啥呢？哎，哥们儿，那不能吃。陆总刚给它起的外号“老头鱼”，它的嘴巴上面有4根须子。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小鱼，这些小鱼都跟那些几百斤的大鱼在一个池子里面。我现在怀疑这些小鱼有可能是大鱼的食物，也许哪一天这些大鱼心血来潮就会把自己的同事给吃掉。在东北地区有一种说法叫三花五螺十八子，它是当地老百姓把一些常吃的、爱吃的、比较珍贵的这些鱼类做了一个统称。那这个三花五螺十八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鱼名字后面叫什么什么花、什么什么螺、什么什么子，这个鱼就叫季瓜子，它也是18子里面的其中一种。我感觉这些鱼跟它的名字字面意思都很像啊，比如说它就是小小的，像一个小瓜子一样。上面这个鱼啊叫麦穗子，小小的像麦穗子一样。这是三花里面的鳌花，有点像鱼界豹猫啊。边花，这个鱼我之前吃过，我吃过清蒸的，这还挺好吃的呢。这是三花之一的鲫花，长这样。这就是三花、鳌花、边花和鲫花。法螺，看一下法螺，来一只法螺。5螺之一的铜螺，
铜锣好小啊。5螺之一的折螺，折螺就比较大了，像2根法棍一样杵在这儿。5螺之一的雅螺鱼，雅螺。这是5螺之一的无螺，无螺就是小小的一个鱼种，像亮片一样。马莲子，马莲子的嘴都是往上撅的，好傲娇的嘴型。嘎牙子，嘎牙子，他们都在这儿一排一排的趴这儿干啥呢？嘎牙子，这个是鲶鱼球子，鲶鱼球子，18子这么多。三花5螺我们就一起看完了，18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就简单看几个吧。我们现在要进到标本区，这些都是真的鱼，只不过做成了标本，放在这里展览。这个展馆里面展示着3条鱼标本，其中有1条鱼，我之前有看过这个相关的报道，说是这个201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渔民在江上捕鱼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这个网啊扯不动了。他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渔民，他意识到网里面有大鱼，所以他就划着船拖着渔网，把鱼拖到了岸边，叫了10多个人一起把这个大鱼捞了上来。据说啊，这个鱼当年在捞上来之后，能卖到一个非常高的价格，鱼本身能卖到几十万，而这个它肚子里的鱼子能卖到15万。但是这个渔民呢，还是于心不忍，就把它给了鱼博馆。这个鱼的重量最大的一个有1128斤沉呢。馆内除了展示各种各样的鱼，还介绍了土著民族之一的赫哲族。赫哲族世居三江流域，远至库页岛，世代以渔猎为生。从1689年至1860年，清政府与沙俄陆续签订的尼布楚条约、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，使得赫哲族聚居区被人为分割成2部分，自此成为跨境民族。1945年日本战败时，中国境内的赫哲族人口锐减到300多人，濒临灭绝。如今，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活着1万多名同源的纳乃人，中国境内的赫哲族则有5000余人，抚远便是核心聚居区之一。抚远原名伊利嘎，赫哲语意为金色的鱼滩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赫哲族先民凭借智慧创造出独特的鱼皮衣服饰，这是一种只有在北纬45度以上高寒地区独有的文化符号。今天，鱼皮制作工艺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不过，由于赫哲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，不管是鱼皮的制作工艺，还是文化习俗的传承，全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口传心授。在这里，你会看到鱼皮制作的衣服、鞋子、帽子和挎包。虽然这只是手工艺的展示，并不是古文物，但初次看到还是会感到非常的神奇与惊艳。哇哦，还有花纹呢！这个花纹是绣上去的，这裤子上这个位置还挂着鱼身上的2片鳞。这个三江自然生态馆我们就参观完了，其实没有全部逛完啊，我们只逛了我们自己比较感兴趣的。从三江自然生态馆里面出来，路对面就是抚远市的滨江公园，这个是滨江公园的入口。免费 WiFi 已覆盖。哇，朋友们，真的有免费 WiFi 耶！哇，可以，能上网。哇，这个公园非常的先进啊！沿着滨江公园一直往里走，这里有一块广场，广场的中央安置了一个雕塑，金鸡报晓。中国的版图像一只大公鸡，而抚远作为中国最东边的城市，正好在大公鸡的嘴巴的位置。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时间里，它都是中国第一个迎来日出的地方。
所以在这里放置一个金鸡报晓的雕塑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契合的。这里是滨江公园的步栈道，那边就是黑龙江，江对面那边就是俄罗斯。大爷腿压的真厉害呀！不动啾啾。大爷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们那个是在江里边干嘛呢？等鱼，这边打个冰窟窿，那边打个冰窟窿。完了用穿网器进到水里之后就贴这个冰面哦，通过一个滑轮往前，然后他送到那边去是吧？把绳带到那头了。哦，把绳带那头，那头有人把这个线头这里往一拽，这边下网。这冰大概冻的得有多厚啊？它能把它打穿啊？60公分嘛，半米啊？哎，有半米这么多。哇，那得拿啥东西能打穿这么厚的冰啊？一个叫冰穿。冰哦，就是带尖儿的，带尖儿的有把儿，就会穿。那咱现在在江里能捞上来多大鱼？都现在的鱼，不太多，一般那叫兔子鱼了、鲫鱼吧，里下里管没有太大的。哦，夏天多。要是现在想从抚远去对面的话，是还能通过。现在你要是正式的话，在抚远，今年不行，来年可能得要陆路。通岸嘛，从黑hà岛那边现在就修桥呢。这边的口岸是起什么作用？这是夏季，冬天夏季，他们来回有那个什么专用船哦，上哈巴。大概坐船得坐多长时间？就搁这江上坐船过去？1个小时。哦，那还算挺方便的。我们沿着滨江公园的这条步栈道一路走过来，前面就是抚远口岸了。但是看着大门紧闭，应该是进不去。那边是出境大厅，如果夏天的话，我们要坐船从抚远去俄罗斯，就从这里检票，拿着证件从这里出去。我们现在要去抚远市的东极鱼市转一转，顺便把今天的晚饭给买了。东极鱼市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淡水鱼交易市场，据说在那边有最丰富的淡水鱼种类。我们一起去逛一逛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东极鱼市的门口了，现在我们站在它的这个路对过，这风一刮过来啊，扑面而来的鱼腥味儿啊。这边卖鱼啊，不用冰柜，直接放在外面就能冻得梆硬，鱼冻住了站在雪里自己卖自己。这个鱼摊儿琳琅满目，各种种类的鱼，我去，这么多鱼，就直接放在路上，嘴这么尖，又冻得梆梆硬，我觉得都能当一个利器了。朋友们，这能叫鱼？这跟3把斧子一样。这个鱼，我觉得它可能跟我差不多高。我跟你讲，你还真没那个鱼钩。我没有这鱼钩。没有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这个鲟鱼。鲟鱼，这一只得有多少斤呢？30斤啊？怎么卖的这个？13块钱一斤。那这一条得300-400。哦，这冻得这么硬，回去得咋吃啊？管了以后给它切了上火锅、吃完的、包饺子、吃。这是啥鱼啊？老头鱼，它为啥叫这名啊？长得像老头儿。啊？
那还有老太太鱼吗？这俩我是。那你泡一个呀？我看有老头有老太太，老太太鱼起，大老头大老太太。你买这鱼大概能配合。那这鱼是怎么吃的呀？这个酱着吃。这一箱呢是怎么卖的呀？一箱啊。发走，发香港去。发香港啊？真发香港去啊？那这过去不得化了呀？不能，顺风今儿发，明天到去。发到深圳，他搁深圳的接，得明天开始发。空运啊！哇，真快呀！发鱼哪儿都发，就是日本和美国不发，太坏那地方。啊？不给他们鱼吃，他们坏人是吧？那些坏。我瞅一眼这个也是老头鱼是吗？大老头，小老头。哦，大老头，你们属于小老头。这个东极鱼市上真的什么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，琳琅满目，各种鱼都有，都给我跳花眼了。你要啥？藕花。藕花有吗？多少钱啊？我卖40，给35就行。你们这老远来的。我买的挺多的。哎呀妈，孩子呀，你买吧，你买到我家这，你就买到正地方了，告诉你。哇！哇！我能把它抱起来吗？能。你给胳膊那啥。哇！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大的鱼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鱼我可能抱个2、3分钟，我手就要僵了。30多斤的大鱼，哇！这要是从江里自己钓上来的，那得江里头一般就没有他游的快，他就是说看中一个鱼，咔一穿就把那鱼能吃了。哦，这要是自己从江里钓上来的，我觉得得都不用回家了，先围着村绕个3圈是吗？1028斤，这个鱼车都高不下1万出去。这是在哪儿打上来的呀？现在你们上渔展馆那个最大那个就是我整完那个。哇，厉害！啥时候鱼多呀？几月份？就是一开江，完了6、7月份的鱼海了逼着的。哇！鱼那里子那将近100多块钱一斤。炸开江前你现在里子才40-50块钱一斤。你等6月份的时候，那里子10多块钱一斤。10多块钱一斤。差这么些呢？那你提啥呢？差10倍啊！一会儿都一个价。一会儿都一个价。你上午你是不是？你上午买这个就是说买这鱼啊，你可别说50，你下午有时候可能变60或者40。就这么就涨价也快，涨价也快，掉价也快。你别说市场吧，就想买兔子鱼，就这兔鱼，它就秋天出，一天就出这一条，你要100也是它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要吃这边的这种比较鲜活的鱼，就6、7月份来就行了。对。夏天的时候，那个大马哈能卖到多少钱？马哈就秋天出，夏天没有。马哈就秋天出啊，10月1。10月以后，啥季节出啥鱼它是野生的，不是养殖的。江里头那从日本回游到大江。没有养的大马哈。那边回游到大江，没有养不了。那我们去那个江边那边，我看有一些那个鱼排建在那个江上，那是养啥的地方？那是那啥，你快吃网箱。比如说我们搁江边整完了鱼了这不是鱼掉价了吗？拿那搁那网箱里头，等涨价前拿出卖。听明白没有？明明10块钱一斤里子，现在卖45，养到现在，就搁那里养着。为啥那玩意儿养不了啊？它就是不是这嘎鱼，它就是福远那个黑龙江生，黑龙江死这儿了。它母鱼到这儿死了然后就是说就回不去了，来了就回不去了只能鱼苗回去。你尝尝，没事。哎呦，你尝尝。哎呦，这个是怎么卖的？要买的话，卖400块钱一斤。400块钱一斤，哇！你们吃那个日本料理，整那什么黑子酱、鱼子那黑鱼子酱，不是在这送的，他们那么让客来的，他们不得卖你5000呐？完了，这管才1000多块钱。哇！我想问一下，可以加工鱼吗？可以。包饺子呢？买的藕花。清蒸红烧。咋做好吃的？没吃过。红烧子冻的。红烧。行。饺子是啥馅的？能点不？可以，就是人能点的。我就点一份是多少钱？38。1斤38。1斤啊？对。1斤我俩不一定吃完吧？20个饺子。
20个。20个，你俩就不用吃米饭了，就吃这个就行。我自己上手帮便宜点不？可以呀。这是我们的鱼。哇，谢谢。香香的鳌花鱼，当地人叫澳花。这鱼肉我刚刚已经吃了2口了。这个老板给我们做的这个鳌花鱼呢是红烧的，味道做的特别好。肉质非常的嫩，非常的嫩，有一点点嚼劲在里面。而且这条鱼刺非常的少，我第一口吃的时候都惊艳到我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来东北吃鱼啊，有人要是请你吃这个鳌花鱼，那他对你绝对是这个相当够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东北，鳌花鱼是顶级的宴席上的珍品。相传啊，在这个明清时期啊，这鳌花鱼都是直接作为宫廷宴席的菜，而且还是头菜去进行这个上菜的。所以皇帝自己吃，或者是皇帝请文武百官吃，上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鳌花鱼。你想想，它在古时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？关于这个鳌花鱼呢，在当年闯关东的时候啊，也是非常有经济价值的。传说当年闯关东的时候，你在这边穷的快要吃不下去饭了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，全家都忍饥受冻又挨饿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在江中捕获一条鳌花鱼，那基本上你们家人这1年的吃穿用度都不愁了。那因为人工养殖的技术比较发达，所以现在鳌花鱼能够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餐桌之上，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。我们刚刚吃的狗鱼馅的饺子，他们正在包，我们也点了一份尝一尝。然后他们包完之后就放在外面冻着，天然大冰柜，放这儿冻着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吃完晚饭了。今天的这顿晚饭一共花了215块钱，人均100多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？这个小区是我们在抚远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高楼了，这楼能有个10几20层，我估计。对，这个小区看着就像新建的。这是真冰柜，用冰做的，这个也是冰做的一个桶，冰桶，里面放着白菜跟蔬菜呢。朋友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这边的居民楼窗户外面啊，都会安装一个菜筐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家的一些需要冷冻的食物就放到那个菜筐里面，挂在外面。当然，我看还有直接把食物放在塑料袋，然后把塑料袋系在窗外的那个栏杆上的。所以可能放在室外的这个温度啊，要比放在冰柜里面还要低。我们现在探索一下这座小城吧。哇，这边有2个大烟囱冒着白烟，我估计那边应该是这个供热部门。抚远市的路边指示牌非常有那种海滨城市的感觉。往左边走是中央小街，往右边走是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。一般中央2个字后面一定跟着的是大街。
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抚远市的商业中心了，我都看到国贸了，那边是国贸，然后这边是百货大楼，整个这一条街都是各种消费的地方。在这边送外卖都不是骑2轮车，都是这种3轮车。啊，这个是吃了吗您呢？这是贸易大市场，它现在关门了。大家看里面那些商铺上全都是俄文。这边有一个非常俄式的建筑，但它这个门口有一个冰雕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这里面冻了好多鱼，我刚刚跟陆总研究了半天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不怎么缺鱼，也有可能是真的。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，有没有熟悉这个工艺的制作方法的？这鱼到底是怎么冻进去的？在抚远啊，还有一座纪念苏联英雄的纪念碑，前面这个就是入口了，西山公园。这个地方来的人应该是比较少，所以这个雪啊就堆了厚厚的一层。这个石碑上写着苏联海军英雄烈士纪念碑。这是一段跨越国境的英雄史诗。2战尾声，烽火燃至远东。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对日宣战。次日凌晨，苏联远东100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。抚远作为苏联进入中国东北的最近门户，成了日军北满防御体系的前沿要塞。日军在此占据高地，修建碉堡，企图阻止苏军推进。苏军舰艇在飞机编队的掩护下，强渡黑龙江，抵近抚远县城。战争一直激烈地持续到午后。随着日军的永备火力点被苏军摧毁，防线被突破，阵地被攻克，抚远终于被解放。抚远之战也成为打响苏联100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第一仗。在这场战斗中，27名苏联海军壮烈牺牲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。1945年9月，抚远各界人民自发出资，用木板搭建了一座3米高的纪念碑，以纪念在解放抚远战斗中牺牲的27名苏联红军战士。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苏联红军英雄烈士纪念碑之一。1955年和1960年，纪念碑经过2次修缮重建，便是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。这座丰碑早已超越了国界，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团结的见证，是刻在东极大地上的精神坐标。有人在这个纪念碑下面敬了2根烟。虽然抚远是中国最东的城市，但中国的东极点并不在抚远市区，而是在40多公里外，位于边境线附近的黑瞎子岛上。于是我们决定去那里看一看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正式登上黑瞎子岛了，买了2张门票。现在是黑瞎子岛的旅游淡季啊，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。冬天的价格是70块钱1张票，而且可以开车登岛。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他说夏天的话门票是1451张，而且你必须要坐景区的摆渡车登岛。黑瞎子岛就是中国的最东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中国的最东端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黑瞎子岛的一条小路上，这个路边就能直接看到对岸的俄罗斯。我站在这里，甚至都能看到对面的俄罗斯的国旗。我肉眼看那边的俄罗斯，距离我们也就有个1、2公里的样子，非常非常近。镜头里的这座大桥就是黑瞎子岛与内陆连通的唯一通道——乌苏大桥。乌苏大桥是2012年通车的，我们刚刚就是
从这座大桥驶进了黑瞎子岛。这片岛上生活着黑熊，当地人称之为黑瞎子，所以黑瞎子岛也由此得名。我们打算去看一下岛上的土著黑瞎子，探秘野熊园。这熊好有喜感啊，这个熊。冬天黑瞎子岛上的游客是真少啊。整个观光车上就我们4个游客，这跟包车有什么区别吗？咱这儿大概能有多少只熊啊？这个岛上是这园里边有120多个。哦，那这个岛上有统计过有多少熊吗？岛上现在没有多些，因为岛上咱们建成旅游区了，有人类活动的话，岛上之后呢，就是偶尔有上来。这是不是几乎相当于祖国最东的黑狗熊？不是相当于，就是哈。说他们的视力很差，差到能有什么样？500度近视眼，400-500度近视眼。对，就是那他能看清楚啊，能看到东西，但是只是说的你记得看不太清是什么或者。哦。人几个野外碰到熊了，有点顺风跑。顺风跑。对。你顺风跑，因为风吹着你往下去，熊我后面，它闻不到你的气味。你要顶风跑的话，熊我后面来，你的气味不就飘过去了吗？跑起来了，这只干嘛去？偷袈裟？这熊趴在这儿睡觉呢，还自己挺会给自己找窝，弄一个草堆儿趴到草堆上睡觉。哎呀，打个哈欠，哦呦！这都属于，就可以算是那个冬眠的了。熊冬眠它不是那种，就一睡一冬天一动不动的，它这个随时可以醒。这些熊睡觉的地方周边都有很多工作人员投喂的食物，比如说像窝窝头，我看还有一些玉米。这里边这些熊，我们就每天给它喂一遍，别的啥也不管，它自己下崽子啥的话都是它自己管。这就是大熊带着小熊。那个小熊崽就是搁这下的，这是一家4口。这熊有没有一夫一妻制这种说法？没有。那他们为什么现在是呈现那种一家4口的状态呢？一家4口，它这里面没有公熊。像咱这地方，这个夏天的时候，湿地那些河里边是不是都有鱼？他们也能抓着吃？有鱼，但是能不能抓到不一定啊。它一般到春天或秋天，就是水比较少的时候。河有点干涸的时候吧，才能抓住。因为真正搁水里边有鱼的话，它根本抓不着。那鱼游得快，它不可能说的，就是想抓就能抓。那熊不是也抓鱼吃吗？我看有的纪录片里边这么说。他所拍的那纪录片，多数抓的都是那个什么鲑鱼。鲑鱼洄游，就像我们那个大巴鱼洄游，但是它在比较水浅滩往回游的时候，它能抓着。你要水深的话，抓不着，还得是水浅。而且大量的那个鲑鱼洄游，因为那鲑鱼搁海里边啦，那个往江里边来产卵嘛，然后就是以前咱们就是黑鸭岛吧，里边啦江岔的也非常多，那个大巴鱼洄游啊，也有可能就进到这里边来，进到里边有浅的地方，有深的地方，它搁浅的这个地方就能抓到大巴鱼，就可以吃。和土著熊的会晤结束之后，我们继续向东出发，寻找中国的东极点。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极了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在华夏东极，这是我们作为普通游客能到达的中国最东点了。我身后就已经是俄罗斯了，然后有一道隔离网。现在我们就在国境线附近。华夏东极这4个字是由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，但是这4个字是从王羲之的作品集里面选出了华夏东极这4个字，拼在了一起，刻在了这块石头上。这是当年中俄界碑揭幕仪式的原址，当然它现在已经锁上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中俄2国在这里举行了中俄国界
东段借庄的揭幕仪式，当时决定了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陆地及其所属的水域归中国，东侧的164平方公里归属俄罗斯，从此便形成了两国一岛的独特格局。这次的边界划定也标志着黑瞎子岛领土争议尘埃落定，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从此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边界问题了。两国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确定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俄罗斯原来的救兵营了。这俄罗斯救兵营前面的雪没我小腿了都快。这个地方感觉冬天很少有人来啊，雪都没怎么清过，只有几道车辙印。原俄罗斯驻北戴岛哨兵所遗址。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？哎，锁了，进不去了。这底上有脚印，应该跟我们一样有人来过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还是个密码锁，新锁。夏天来这儿的话，应该是开放的。遗憾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呀。现在抚远市的温度是零下21度，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市区的温度啊，因为冬季广场这边一直在刮这个冷风，所以体感温度上可能要比市区更低一点。我感觉这里可能要到个零下25度。这个冷风一吹进嘴里面，就有点容易呛到。哦，哇，这个风，大家来东北玩，一定要穿得厚一点。在东北啊，只有穿没有搭，所以保命要紧。不要为了好看穿错了衣服，真的会冻死人的。朋友们看，祈福中，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能够有1年的好运气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祝你。看到俄罗斯那边的楼房盖的还可以哦，只是那边没什么人出来啊。还有一个教堂，绿色的房顶和蓝色的房顶，有点欧式风格。这个房子就很漂亮，在这里看日落一定非常不错。东极的冷啊，我感觉是全国独一份的。我们也在冬天去了很多东北的其他城市，但是我感觉相比较起来，还是抚远的这个冷更让我刻骨铭心、印象深刻。我们在抚远的这2天，温度大概是在零下25度到零下30度之间，但是因为这边风特别大，基本上只要你在风里面站个5分钟吧，可能都用不到5分钟。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脸颊或者是手啊，就基本上就冻僵了，冻得可能都没有知觉了。隔着眼睛看不太清楚，但我的眼睛现在已经全是眼泪。在风里吹了1个小时的男人，终于回来了。在祖国最东极的地方看一场日落，在太阳最开始升起的地方看它落下，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，难道不是吗？
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感谢你的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和弹幕，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是牛美丽同学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